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大家好。前成功級艦長方珍輝艦長。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要特別來注意到今天14號最重要的重頭戲就是這一場習川會了。今天的環球大戰線節目，我們特別邀請到一流的嘉賓，要就這個習川會進行一個最深入的習川會14號的特別深入報道，不要錯過我們的節目了。那麼，在這個觀看我們的節目之前，先請觀眾朋友記得幫我們按讚，並且呢幫我們分享出去，也告訴我們你在哪一個城市，一起來關注這一場最重要的習川會。好，這一場會議現在可以看到，今天早上14號的時候正式登場了。稍微帶觀眾朋友來回顧一下今天一整天發生了什麼事情哦。上午10點的時候，我們看到川普這邊呢，摩托車隊已經開到了，那麼野獸座車正式的駛入人民大會堂。車頭上面是直接掛上了美國跟中國大陸雙方的國旗，政治的意味相當的濃厚。而再來看到的是，川普下了座車之後，跟習近平主席兩個人握手，時間長達10秒鐘之後，他們就面對鏡頭來拍照。中方特別還在這邊呢安排了大批的孩童揮舞中美的國旗來歡迎川普哦。那看起來兩位領導人表情看起來都相當的輕鬆哦，愉快。川普2度的停下腳步，對小朋友們微笑，並且鼓掌。今天我們也要特別來關注到這一場會議上面出現的人物哦，尤其是在這個人民大會堂這個之外，不只是官員，還有商界的人士也全部出席了，包括了國務卿盧比歐、戰爭部長赫格塞斯，還有財政部長貝森特、蘋果執行長庫克、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輝達執行長黃仁勳跟波音的執行長等等的人。那麼進入到了會場，人民會場之後，我們來看到習近平主席特別先做了發言，他說中美若能夠合作，就能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共同利益大於分歧，應該要做夥伴而不是對手。我們先來看一下現場的最新畫面。中美兩國能不能跨越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開創大國關係的新範式？能不能攜手應對全球挑戰，為世界注入更多的穩定性？You're a great leader. I say it to everybody. You're a great leader. Sometimes people don't like me saying it, but I say it anyway because it's true. I always say the truth. And I just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all of the great delegation that we have the greatest business. 好，看到刚才对話，我們可以發現哦，在習近平主席的部分，不斷的強調中美之間應該要合作，還有提到修昔底德陷阱等等。那川普的這一方呢，我們看到他不斷的打的牌是習近平的關係牌，一直說習近平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還不斷的強調說呢，我會打電話給你，你也會打給我。那麼他還說習近平是偉大的領導人，有些人呢不喜歡我這麼說，但是這就是事實，我還是會把這件事情給說出來。好，我們特別來看到這一次呢，雙方啊在這個會談的時候，出席的人物有哪一些？包括了中方，先來看到，包括了政治局常委蔡奇、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外交部長王毅、國防部長董軍等人。美方代表現在有盧比歐，還有呢國防部長，也就是戰爭部長赫格塞斯、財政部長貝森特跟貿易代表格里爾等人。這一場會談時間其實在後面呢是沒有開放媒體來做拍攝的，那長達了2個小時的時間。川普後來在出來之後受訪，被問到說有關於台灣的議題的時候，他說他不願意提及有沒有談到台灣這件事情。好，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賴老師，這一次的規格，其實我們來和9年前來做相比的話，有什麼樣的不一樣？那包括從他們的談話當中，包括剛剛講到的習川2個人談話，好像表達的東西又不太一樣。那賴老師又怎麼解讀整場會談？我覺得整體上來看的話，這個會談是初步是成功的啊，因為中方是很有誠意，美方的特朗普看起來也很開心，他也是抱着誠意來。那雙方既然都有誠意，不過因為川普過去的歷史太不好了啊，他出爾反爾，
早上講的跟晚上說的又會變，而且呢，他今天答應了，明天可能會釋回，所以絕大部分的大陸的朋友啊，或者是全世界的這個所有的人對川普其實基本上是不信任的啊。那對於一個常常言而無信，然後翻來覆去然後沒有信用的人，可是他這一次到中國來的時候，他是嚴肅的，是認真的，所以我們就先再給他一個機會，說假定他是會這一次會信守承諾，當然我可能很快的又會被證明是錯誤的啊，誰曉得他回去以後被人家怎麼譏諷嘲笑，然後他又翻臉，因為在9年前的時候就幹過一次嘛。本來他到中國來訪問也是成功的，中國大陸去美國訪問也是成功的，2次的訪問都很成功，而且雙方都達成很好的協議，賓主盡歡了。然後回來以後，川普被民主黨一嘲笑，他就把那個跟中國的協議就釋回了，馬上祭出301法案，那中美的關係就開始啟動了這個貿易戰。所以坦白說，我對川普沒有信心，不信任。但是我這一次我倒認為川普是嚴肅的，是認真的那為什麼說是嚴肅是認真？是因為他不得不嚴肅，不得不認真。這個最主要的就是因為9年前的中國跟9年後的中國不一樣了。9年前的中國，我打你的時候，你只能防禦，你還沒有辦法還手，你只能夠擋，你還手不了。可是問題是9年後，你不但可以還手，你還可以讓我痛得不得了。也就是說，9年後的中國大陸，不管是稀土，不管是基礎藥，甚至醫療器材，甚至還有更多，我不買你的大豆都可以讓你死，我不买你的石油天然气，我不買你的波音，你的波音都可能會被空巴整個戰勝。而您知道，目前來講，全世界就有2大飛機製造廠，中國大陸的這飛機製造廠還在成長中。2大飛機製造廠，如果中國大陸一直下貨，是在那個下訂單是在那個空中巴士的話，空中巴士的結構會越來越大的時候，你波音未來要跟空中巴士競爭就越來越困難了，因為它的生產線越來越大的時候，它的這個流水線的成本一直在下降，它的產品更好賣，你最後你波音很有可能卻變成一個一直不斷的萎縮的公司。所以對波音來講急得不得了啊。那換言之，也就是說，中國大陸不只是我東西賣給你，我不賣我都可以讓你死，我甚至不買我都可以讓你死。那你想，中國大陸的9年後的大陸已經不是9年前的大陸了。在這個情形下，對美國來講，对川普來講，他心知肚明。今天的中國的塊頭不是9年前的塊頭了。所以他到中國來訪問的時候，其實他也忐忑不安，他也希望說能夠得到好的接待的規格。而這一次中國的接待規格雖然不是說是最高的，但是是高等的。我們不能用“最”這個字但是我覺得是高等的。為什麼？當然，我們看到在西方人以美國人能夠理解的角度來看的話，我派了國家副主席來接你，這規格算高了吧？到機場來接機，這規格上高。是。可是如果我們了解中國的政治的實力跟排名來講，是一黨領政，一黨領軍的話，那是要看黨內的實權。那如果9年前的楊潔篪跟9年後的這個韓正到底是誰是真正有實力的人？我想是不一樣的。那9年前是楊潔篪，9年後今天的楊潔篪的位置就是王毅。王毅是如何的貼近這個習近平的身邊所以我覺得，如果以實力上來講，中國大陸的拿捏實在是非常的漂亮。也就是說，面子給你做了，但是理智上還是沒有把你拉到這麼的高，所以我覺得有高規格，但是並不是最高。另外一個我倒覺得可以看重的地方在哪裡？可以看重的地方是在明天在中南海。对，我覺得中南海是中國大陸不輕易接待外國元首進入他的工作地方。那明天讓川普能夠進入中南海，我覺得這個規格不算低這很高的，因為當時接待普丁、接待金正恩的時候就是到中南海。普丁、金正恩都能去中南海，其他的你看馬克龍去中國多少次啊？中南海去不了嘛。所以我覺得這個規格還是不一樣，但是並不是最高這個規格。
好，我們看出中方也給出了誠意，那美方看起來這一次也是認真的。除了從規格來看，我們也來看一下細部這次的談話的內容。剛剛特別提到了說，習近平主席這邊特別強調說，避免雙方落入修習裡的陷阱，好像是希望雙方這一次能夠強化合作。那川普的話，好像一直不斷在強調兩人之間有一個非常友好的關係，更像是在商人做一個交易嗎？不知道就這些談話的內容的話，艦長又怎麼看？以前呢，之所以修習底德陷阱，大家在爭嘛，一定要打一個戰，因為那個時候世界比較落後，也比較貧窮。這個世界上你可以看得到的資源大概就是那幾個，所以當我是老大的時候，基本上你就拿不到我手上的東西。當你是老大，我也要退卻，所以他一定要打一戰。但是現在已經世界太富庶了，完全沒有必要說有你無我，這是過去的那個感覺。這是第一個。第二個，他這一次的比較，我今天早上還特別看了一下，2017年的時候。川普跟習近平在那個閱兵的時候，那個的相互的動作，我覺得他們兩次差別很大。第一個差別是，你可以看到，川普的動作肢體語言動作多很多，他握手還會拍拍習近平的手，他好幾次扶習近平的肩膀。對，上一次的時候你可以看到他們兩個人是蠻僵硬的。那習近平幾乎就是那個，就是一直都是那樣。中國官場就是穩重嘛，他從來沒有碰川普。可是上次川普曾經2次輕輕碰過習近平。跟這次比，顯然肢體語言多很多。第二個，言語也多很多，而且你看他們講話都是，這個表情都是很愉快的。對，上一次相當的陌生，那這一次我覺得他們真的交情比以前要好很多，這是我覺得最大的一個感觸。然後你還可以看到上一次之所以那麼陌生，因為他们以前從來沒見過嘛。你想想看，上一次那個中國大陸的去形容川普的是帝王級的禮遇，北京晚上的時候關了，就他。2個夫婦帶着他的2個夫婦4個人在那裡，川普在那裡做這個，對不起，習近平做引導，然後中間還在那個紫禁城裡面看了一個京戲，4個人還在那裡飲茶，這是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從來不曾發生的事。你可以看得到那個時候，就是他不但希望做好國事，更希望拉攏我們私人的這個家庭的這個進一步的關係。那這一次呢，完全正常。那這一次不但是完全正常，你可以看得到，反過來，川普試圖我不能說討好，就是他的肢體動作，你看我跟習近平很好哦，那你看我們非常好，話也多了很多。上一次幾乎沒有說什麼話。那我今天早上看這時候，坦白講，我真的蠻感動的。中國最近200年，世界沒有人瞧得起你，知不知道？這一次全世界最大國家的總統。而且是最驕傲，有史以來最驕傲的那種皇族，他居然會用這種態度來對我。今天早上看的時候，我就那種很深的感觸，就是中國站起來了。就像毛澤東當初在人民大會上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一次的讓我的感受就是中國站起來了。那我拿謝鋒今天在人民日報的投訴，我覺得他說什麼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就我們中美不可能斷絕往來。第二個。想改變對方是不切實際的，你是你，我是我，我們各做各的。然後第3個，衝突對抗的後果是誰都不能承受的。我覺得就是修習底德陷阱，真的大家要把它丟開了。現在的資源夠大，世界夠大，絕對容得下2強在這個世界。好，就這個剛剛2位這個專家老師都特別幫我們看到說，今天就以上午這個對話跟下午的這個互動關係來說，中美現在似乎看起來是往這個正面的方向去做發展。那另外一方面，這一次川普來，其實大家也在關注說有沒有這種經濟下面的一些現實壓力。因為剛剛艦長也幫我們特別提到了嘛，就是川普這一次的肢體語言特別的多，話也變得更多了。現在也在說他帶了這麼多的企業家，當中包括了不管是庫克啊、馬斯克、黃仁勳等人哦，再加上波音非常的需要這個中國大陸趕緊買他們的飛機，是不是未來在經濟上面的合作會更多？終究離不開中國大陸的市場。那楊老師又怎麼看？這一次你看到他是說有30個美國最頂尖的企業主，但是排到後面的大概主要是12個，從蘋果到 NVIDIA 到黑石，好，然後呢到就是所有的這些重要的美國的金融、科技、AI、農業，通通到了。換言之，其實這一次美國有求於中國，多於中國對美國的要求。我其實感覺中國對美國的要求大概只有
台灣議題，甚至連科技管制他都不在乎你是不是開放，因為你已經幫我穿建國了。所以呢，美國要求於中國的，從伊朗問題到稀土，到採購，甚至到軍事機制，以及所有的這些就是說開放市場，我覺得其實這些看起來他們現在還沒有完全的這個底定，目前結果還沒有出來。我在昨天開始我就有4項推論，第一項推論，我覺得雙方在伊朗的問題上有很高的共識，那就是停戰、和談，然後呢海峽的開放，但是怎麼開放不介入。所以我覺得這一次他們一定會談到這個東西，雙方表達正面的態度。那未來1個禮拜之內，美國跟伊朗應該會進行到和談，因為不能再拖了。最重要的是，整個國際上不能再拖。那再拖一個月的話，全世界的能源會面臨到嚴重的匱乏。那第二個，我覺得在他們的雙邊關係上，可能會形成一個雙邊的委員會或者是對話機制。這個就包含 AI。這為什麼解釋黃仁勳到最後一刻才上？我個人的理解是，他本來一直就在名單，他怎麼可能臨時才在名單裡面加出來？川普說：“我看到新聞了，怎麼沒有他？我趕快把他叫來。”不可能，把他叫來。如果是這樣的，把他叫來，你要不要北京那邊同意？所以這個絕對不可能，他一定是一直在一開始在名單上，但為什麼後來沒有他的名字？那就是 AI 談不攏，或者是黃仁勳之前講過一句話，他說中國不應該擁有最先進的晶片。那北京當然不高興，有點等於是對他的一個表態。AI、稀土、軍事、貿易、科技，我覺得這個可能他們都會有個雙邊的對話機制，或者是委員會。看起來這一次會是如此。那台灣議題，你看到沒有？記者就不斷地問他在天壇，因為台灣議題怎麼樣？China is beautiful。他真的很會演，可是我覺得台灣議題會是一直的關鍵，而習近平講得很清楚，台海的和平會是中美的最大公約數。換言之，中國都願意跟你來共同做危機管控，他已經退了，他不願意跟你做危機管控了，所以呢，你就必須要在台獨問題上表態。你就必須要在軍售議題上表態。那現在他在斟酌這個話語，最後當然中國會買很多美國要他買的波音、大豆、牛肉等等，所以結果還沒出來，但我覺得這個方向大概越來越明顯。好，謝謝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好，川協會的延伸報道，我們今天持續帶觀眾朋友來關心到是中美現在呢軍力同樣在這一場會議之後，可以發現是大逆轉了。赫格塞斯這一次破例到中國訪問，急求的就是稀土嗎？黃仁勳則是突然間說登上了這個班機特別來到中國，大家就說他會談這個科技問題，中美 AI 戰，接下來川普會不會讓步？那這一場習川會，大家如果覺得目前中國大陸比較佔上風，歡迎在留言區跟我們互動，寫下1；如果你覺得目前為止美國比較佔上風，歡迎在留言區幫我們留言寫2。那我們一起來做更多的互動。好，今天節目一開始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這一次呢，防長赫格塞斯罕見的隨川普訪中，並且呢，現在是說可能隨中方的防長一起來聊軍事是說美國跟中國大陸的軍事問題已經走向這個台前了嗎？是雙方要一起來進入危機管理為優先的一個新階段嗎？第二件事情來關心到的是《紐約時報》在這個當中特別指到美軍在軍事上面現在因為中東的戰爭而非常的疲弱。他說呢，現在每打1發飛彈就等於更依賴中國的稀土了。
所以中美的軍力消長正式在此刻打開了差距嗎？美國的軍工體系正在被稀土反制嗎？這第二個問題。第三件事情，黃仁勳最後一刻登上的空軍1號被解讀是 H200跟 AI 的晶片議題上已經進入了習川會的核心，川普會在晶片上面鬆手來換取中國大陸的資源讓步嗎？而我們剛剛收到來自於路透社的最新消息是，美國商務部已經准許10家的中國企業可以獲得 H200的晶片，每一家可以獲得的數量是7.5萬顆，這是我們收到的剛剛的最新的消息，也就是美方在晶片上已經正式的讓步了。好，我們趕快來看到是這個為什麼這一次赫格塞斯會突然間出現在這一場會議當中？因為過去呢，其實防長不會陪同領導人一起出席的，要談的話也是呢防長私底下自己和對方另外一個國家的防長來談，所以這被視為是1972年尼克森訪華以來首度有現任美國的防長陪同政府正式出席。為什麼會這麼樣子呢？大家也在解讀說，是不是現在变成說軍事議題已經是中美雙方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了呢？雙方是不是要來推進在軍事上面的溝通跟危機的管理呢？當然了，赫格塞斯要擔心的問題，現在其實更多的是在軍火庫快要空了。尤其大家知道，在美伊戰爭之後，中東衝突大爆發，是大量消耗了美國的戰斧飛彈、防空體系、精準導引武器等等，火庫現在出現了補給上面的壓力。美國前貿易官員也直言說，每打一發飛彈就更依賴大陸的稀土了，包括美國所需要的這個永磁馬達、導引系統到雷達、軍工電子、雷達設備都高度的依賴稀土，而大陸現在手握大約是達到了4000萬噸，佔全球1半以上的重要的稀土，也難怪美方會如此的擔心了。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這個艦長如何看這一次這個戰爭部長赫格塞斯為什麼會隨同川普一起到訪中國？那紐時也點出了現在這個美伊戰爭下美國所面對軍火庫的問題。艦長怎麼看？他這一次出現這個赫格塞斯跑到這裡。我也蠻驚訝的，為什麼呢？美國現在基本上還是處於戰爭狀態，尤其他中東有很多的部隊在那裡是臨時這樣子過去的。總統走也算了，你五角大廈的頭也走掉了，這讓我覺得，哎呦，你們都完全不在乎這個世界上跟你們軍事有關的事情嗎？這是第一個。第二個，這個中美現在其實以超限戰的眼光來看，他們現在在一個戰爭的狀態，那他的戰爭狀態就是經貿。所以經貿已經談到第7輪了嘛，這一次還是沒有什麼很具體的結果。那這一次前2天，這個雙方緊急在首爾不是這樣在談嗎？我當時就在想說，這麼急迫的在你們這個總統見面之前，你們要去談嗎？我當時的感覺是這樣的，因為如果這一次我舉個例子，經貿沒有談到一個結果，讓川普覺得我有很大的收穫，基本上川普這次來北京完全是浪費時間。他就需要一個在經貿上面向美國人民證明說，你看我是一個很有決斷的，為我們全國爭了這麼大利益，所以他需要一個大單。那這個大單如果這次沒有，那不就結束？那如何能夠有呢？所以之前這個雙方一定要確定。所以你看前2天、昨天、前天，雙方的貿易代表在那裡首爾談了半天。所以從剛剛這個出來，就顯然知道他讓了一步，背後是什麼？可能北京也讓了他什麼東西，這是一個。然後第3個，就他的彈藥缺的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厲害。美國，如果你了解他們最近的數字，我舉2個這個資料，一個說愛三它未來幾年它要從600枚的年產量增加到2000，薩德從96增加到400，一直都增加3倍到4倍。為什麼？它缺太多了。然後2026、27年，它國防預算臨時增加要5000億。為什麼？就是要採購這些彈藥。那這些彈藥是這麼重要，那些的其實他自己也是。我認為他這一次來稀土他當然希望中國不要去管制它，否則他這些生產彈藥會有很大的問題。但是我覺得這更重要的一個，這是我其實在擔心的，其實是對台灣的軍售。我有時候在想，如果川普這次講說我反對台獨，很多人可能認為這個變化很大。可是你仔細這樣想，川普這個人講的話能怎麼樣呢？他今天講反對，他明天你又不知道他講什麼。其實我真的擔心是，如果他取消對台軍售，
那才是一個實質上最大的。那現在你可以看到，這次後面第二批的140億軍售，很多人都在擔心啦。我相信我們也在擔心，台灣也在擔心。美國最近不才有8個，就是6個是民主黨的，2個是共和黨的參議員，聯袂寫信給川普，說你要盡快批准這140億，因為他怕生變。那如果從現在開始結束，一直到6月底之前，6月底之前沒有批准這140億的原來已經預定要給的軍售，那就是可能在這一次談判裡面把台灣給出賣掉了。可是他會不會講？他不會講。你只要等6月底之前，看這140億軍售到哪裡去了。這是一個我覺得我們台灣真的要關心的一個問題。是，好，那同樣的問題，賴老師又怎麼看呢？現在也是在說這個有關於中美軍力的消長，是不是可以從此刻看起來？因為現在美國非常的需要來自大陸的稀土。當然需要啊，因為我們都知道，在高科技的戰爭中，它不但打科技，它也打錢，它也打這種稀土啊，這種礦產。對於美國來說，它沒有這個稀土礦，它也沒有這個提煉能力，也沒有這個技術，也沒有這個設備，它基本上幾乎都是依賴中國大陸。一般用的可能還有一些，可是問題就在於用在軍事方面的幾乎90%都依賴，那你怎麼辦？這就是一個客觀的現實。那客觀的現實發生了，你需要中國大陸來支持，需要中國大陸來幫忙，可是你又做讓中國大陸不愉快的事，大陸怎麼可能會給你？我個人認為，現在的稀土，美國在軍事方面可能拿不到啊，因為大陸已經把稀土的管制變成一個條例了，所以它是法規了，除非修法規，不然的話，它不會採用特許的方式。換言之，也就是說，在軍事這個部分裡面，這是嚴厲禁止的啊。那嚴厲禁止的，換言之，沒有經過特許，基本上是不會出口的。那不會出口，你就沒有就是沒有嘛。那按照規定來嘛。那為什麼？因為這個整個稀土的管制法規會這樣出現，最主要就是因為美國跟中國大陸打科技戰，打了以後就造成這個結果。好，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就是所有的軍事用途的稀土基本上是不會出口供應美國的國防工業所需要，除非他透過政治力由中國用特許的方法給他，那這個等於是每一批一次談，每一批一次談，那你要拿出什麼東西來交換？這就是一個不一樣的。第二個，被制裁的美國的企業是絕对拿不到任何一克的稀土。那也就是說也沒有特許的可能性。也就是說，美國被中國大陸制裁的軍事機構、軍事企業，不管是雷神等，他們絕對拿不到中國的這個軍規的稀土，絕對拿不到。好，那商用的稀土會給，可是按照審批，審批可慢可快。那審批有一定的規則，因為中國大陸已經把稀土審批的規則寫得很清楚。因為有很多稀土它是軍民兩用的，那既然是軍民兩用，你就必須要跟中國大陸報告你為什麼要這個稀土，而且你這個稀土這麼的多，你要制造多少商品？那你去年制造多少商品？那你賣了多少商品？你明年你規劃要賣多少商品？所以它要追蹤的。是。那這個部分裡面，現在 AI 都可以幫你做很多事嘛。所以我想在這個部分裡面，中國大陸是嚴格的管控。那如果你一旦不誠實或者沒有提供資料，它就不會給你了。可是對於很多企業來說的話，這個商用稀土對他來講是秘密啊，因為我生產多少的量，這個是商業機密啊。那我今天我給你進了多少稀土，我生產多少量，我都要讓你知道。那如果大陸把這個訊息跟相關的企業來分享的話，那這個就是非常有用的商業情報啊。所以我覺得這個稀土的中國的管制，它產生了很多很強大的力量。另外，赫克賽斯來，我覺得除了談稀土問題以外，我覺得最主要的是能不能恢復。我講是恢復，原來就有，是能不能恢復部長級的熱線？現在幾乎沒辦法通了。對，還有就是南海的衝突風險的管控，還有東北亞跟日本的衝突的管控，我覺得對於赫克賽斯來講都要談一下。
好，這個是在軍事上面的議題。那我們也來關心，那在財經上，在經濟議題上也就是包括了中國大陸現在最關心的有關於晶片的限制這件事情能不能做鬆綁？因為我們剛剛有收到最新消息嘛，商務部因為已經同意了，允許了10家中企可以買 H200，一家可以買7.5萬顆，這樣算是一個讓步嗎？或者是說中國大陸真的需要這一些晶片嗎？還有就是說10家企業7.5萬顆，這樣子到底是多不多？大陸有沒有需要？尤其現在華府內部也出現針對於這個科技圈，針對於中國大陸要不要讓步，也有不同的聲音。一派主張全面封鎖中國，另外一派跟黃仁勳比較像，認為說你繼續封鎖中國的話，會讓中國更快的自立。楊老師就這些問題怎麼看？大陸需不需要輝達的 H200？需要，因為大陸現在的 AI 的這個企業哇非常的多。那所以呢，他们也在相互的競爭，叫內卷，所以他需要，可是他更需要中國大陸自己生產的芯片，只不過是現在高端的層面還沒有真的上來，可是他在用就是疊加技術跟就是軟體的方式呢，也能夠達到同樣的效果。所以你看到這一次的 DeepSeek 的 V4 出來之後呢，他就不用輝達來做測試，他用華為的芯片，他用寒武紀。所以也在走技術自主，現在大概可能就是在最後這幾年，可是這幾年輝達芯片如果能夠提供，其實本來也沒什麼不好。那中國大陸本來就是反對科技戰、科技的這個限制，相互的合作、全球化共享、這個分享成果，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後大家在比我的製造專長，比你的這個研發專長，然後相互的這個競爭合作。可是黃仁勳這一次能夠來，我覺得2個層面，第一個就是他的芯片問題，第二個是整體中美的 AI 競爭。芯片的問題，我覺得這一步就是美國浪，中國大陸其實在之前也有進 H200，因為覺得它有後門。之前 H20的時候就覺得它有後門，安全性問題。對 ，H200在大陸進，美國也進的情況之下，那這一次有沒有可能就開放？目前看起來好像是達成了一個初步的共識。對中國大陸現在所需要急需的這個芯片的供應 ，OK。那但是更往上一步是整個 AI 的規範、秩序、合作，中美之間，其實我覺得對美國而言那個壓力比較大。我們看整個 AI 產業從最早的這個電力，然後呢到資料中心，芯片然後呢這個大數據、大模型，然後呢企業運用。這整個算起來美國現在幾乎大概只有在 AI 芯片跟部分的大模型，大概還是有領先的這個趨勢。你在電力、資料中心，美國現在根本難以負擔；你在大數據，美國已經落後；你在企業應用，中國大陸現在在 AI 的企業應用，那是整體的提升，所以它幾乎只剩下 NVIDIA 的芯片了。講句實在話。當然是台灣做的了，是 TSMC 做的。然後呢，大概 OpenAI 跟 Anthropic 這2家以及 Cloud 在整個就是說大模型上面有它的全球的市場跟部分的優勢，可是它採取的是閉源的。所以你現在看到中國大陸這幾個從千問到 DeepSeek 都採取的是開源的。各位，這會見到最後最關鍵就是企業應用到底有多少商業效益出來。因為 AI 不是這都是在搞軍事或者是在搞這個情資分析，最重要還是商業運用它的商業價值。現在美國的商業價值一直出不來，所以擔心年底搞不好會碰到 AI 泡沫。因此這個時候如果中美之間能夠有一個 AI 的框架討論未來的秩序會發展，甚至彼此相互的協助，對美國我跟你講是救了美國的國運。所以芯片根本我的觀點是其次。反而是美國現在是需要跟中國去討論一個整個 AI 的框架，中美之間的合作。那我們看他這次能不能有這個遠見，建構一個中美的對話機制，或者是雙邊的委員會，在 AI 的問題上。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
好，來看到是川普牛皮吹破了嗎？因為呢，我們沒有想到在美伊戰爭中，這一次特別來關心到是伊朗的飛彈基地說滿血復活了，33座當中有30座都還可以正常的做發揮。那麼美軍的軍火庫存則是快要被打完了，戰爭部還不敢公布到底具體在這場戰爭當中燒了多少的錢。好，趕快來關心到的是，在川習會的同時，美伊戰爭現在呢沒有停下來，而且根據了解，雙方都在積極的備戰當中。因為來自於美國的情報單位最新披露說，伊朗本月初已經重啟了荷姆茲海峽沿岸，一共是33座的飛彈設施當中，30座已經正式的把它給重新的啟動了。更關鍵的事情是，伊朗的整體戰力現在被重新評估，已經暫時回到了戰前水準，其中機動飛彈的發射車約恢復了70%，飛彈的庫存也恢復到了戰前的70%水準。再來就是它的地下飛彈城了，重新取回了達到90%的一個戰力。至於美國自己內部的保有戰力，則是拉起了警報。五角大廈這邊做了一個評估，目前美國消耗了達到1100枚的長程逆中巡弋飛彈，是美國庫存總量佔比非常的大了。發射超過1000枚的戰斧飛彈，大約是10年的一個採購量，並且消耗了大量的愛國者飛彈，還有他們的各式飛彈，幾乎都是清空庫存的。彈藥消耗掉之刻，五角大廈現在則是緊急要推這種低成本的巡弋飛彈，拼3年內希望能夠買到1萬枚左右。那麼美國還有能力繼續的攻擊伊朗，並且長期的攻擊、大規模的攻擊嗎？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伊朗又會不會反擊？艦長怎麼看？首先你要知道，在戰爭裡面大跟小的那個心態就是不一樣的。如果我今天是大，我是欺負別人嘛，我的心態就是我盡快的把你打死，這個戰爭就結束了。那如果你是小的話，就像伊朗，他的心態就是我要活下去，因為我不可能打勝，那我怎麼活下去呢？我就是比气長，跟你在那裡憋。所以你知道，伊朗在這個戰爭裡面，它最大的一個戰略的一個原則就是，他們的外交部長講過4個字：對等報復。其實是2個，叫做對等報復，就是你打我，我才回手，這叫做報復，不是我主動攻擊你。然後對等，我不會亂打，你打我什麼，我打你什麼，基本上我不會去把我的力量一下子打光。所以他在整個的戰爭中間，你说他們的基本的想法就是我要保存實力。我要活下去，這是一個小國家在作戰的時候他的想法。那因此現在你可以看到說他能夠拖下去，然後滿血回歸，然後又怎麼樣？我覺得完全正常，這完全是符合這個戰爭原則的一個事情。然後第二個呢，你說像現在再打下去，我覺得這個戰爭已經在收斂，因為美國知道他打不下去了。第一個是什麼？你知道，就是伊朗耐打。他為什麼耐打？他把東西都藏到山洞裡面，他那個地形是一個全世界最難去進攻的一個大的國家，所以他很耐打。第二個，他還能夠撐很久，撐的為什麼？有宗教思想，他不像一般人，他們都有一個將來我死掉會到天堂去，在阿拉面前，所以我要為我的國家，所以他可以撐很久。然後第三個就是我覺得最近俄羅斯發現了一件事情，你去仔細想想，俄羅斯在俄烏戰爭的時候，美國利用烏克蘭。這個烏克蘭是叫做代理人去消耗俄羅斯，對不對？那這次戰爭你有沒有發現，莫斯科突然發現他們反手，叫做反手為主了。對，而且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我為什麼不利用一個代理人叫伊朗，去消耗美國呢？所以你沒發現嗎？最近俄羅斯在積極的在資助這個伊朗，這中間最大一個就是因為它海那裡有一個叫里海。它離海伊朗有650公里的海岸線，這中間有5個港口，中間一個最大的有30多個碼頭，水深大概是7.5到8米，它可以停大概1萬到2萬噸的貨輪，最多的時候可以停3角，你說它可以運多少？所以如果我是俄羅斯的話，我現在就是收斂俄烏戰爭，我不打，我利用伊朗來打你。那我要提供的就是北約提供烏克蘭，美國提供烏克蘭的這些軍火彈藥是一樣的。是。那至於最後，由於是這個情形，我可以告訴你，美國不會大打伊朗。這個戰爭應該要收斂了。我覺得很快的時間，不管他談成最後什麼結果，再去爆發大打不太可能。那最後我們應該要關心的是，川普跟習近平的這個會談
那對台灣的影響很大。对，好，這個西川會的同時，我們看到這個是伊朗戰爭的一部分。那或許在這一場西川會裡面，也會就伊朗的問題來進行討論嗎？這個我們後續還會再持續的做觀察。那另外回到我們剛剛的話題，就是說伊朗現在他說了要全面的在擴大對於荷姆茲海峽的管控，真的這麼有底氣嗎？那賴老師又怎麼看？當然有底氣，您剛剛已經介紹了，他對於赫爾木茲海峽的導彈基地從原來33個被摧毀的，現在恢復了30個。那換言之，也就是說，美國摧毀的是表面，因為伊朗的山洞挖得夠深啊，然後那個密度夠大，所以美國的導彈炸毀的是洞口，沒有錯，它成功的、精準的炸到了。可是當停戰的這1個月以來，伊朗它把它挖乾淨了。挖乾淨了以後，發現裡面的並沒有被損害，沒有被損害，完全可以用。所以当他把那個洞口都恢復了以後，當他把那個地面的這些導彈基地都恢復以後，它裡面沒有被損害的導彈都被拉出來了，也馬上就可以打了。是，這是我覺得對伊朗來講，他很快的就發現他的導彈，美國的估計是錯的。美國認為他已經銷毀了他90%，其實相反，伊朗保存了。還有70%左右的戰力。那無人機更可怕，無人機是因為它原本就已經把無人機的生產基地建築在這個山洞裡面。那其實這個有點像過去在中國大陸很早期的時候啊，當時美國跟前蘇聯要對中國大陸發展這個核攻擊、核打擊的時候，大陸在當時就定了一個國防戰略，叫做3閃動。3呢，就是說把所有的這些能夠作為掩體的就是把它放到山區裡面去。閃就是分散，然後洞就是挖山洞，而且那個山洞挖的都很大。這個跟我們在早期抗戰的時候啊，那時候為了防止日本對我們中國重慶的轟炸，我們那時候也挖了很多山洞，把很多的國防工業都放在山洞裡面。其實這次伊朗看起來也好像從這個裡面學習到戰爭經驗，然後他們把很多的無人機的生產基地都放在山洞裡面。剛剛曾輝兄已經提到了，俄羅斯跟伊朗已經建立一個秘密的管道，這個管道被證明是有效。那麼以色列也曾經去轟炸這個伊朗方的這個港口，但是他沒有辦法摧毀這個港口，他海軍一樣有效。所以俄羅斯普丁他答應伊朗的外長去訪問的時候，那是2個禮拜前去訪問的時候，俄羅斯的普丁講得很明白，全力支持你伊朗的這場戰爭。俄羅斯普丁為什麼會這樣講？你美國、歐洲，你支持伊朗，支持烏克蘭武器裝備去對俄羅斯戰爭，俄羅斯就支持伊朗武器裝備去對你進行戰爭。目前已經被確定的是，所有的發動機俄羅斯可以供應，還有這個抗干擾的這個部分可以供應，另外這個導彈系統的這個 GPS， 俄羅斯可以協助，可以滿足。那還有目前大家發現伊朗的這個中程的彈道導彈，它的技術怎麼會突飛猛進？一般判斷應該是俄羅斯的這些導彈專家進入伊朗裡面協助他們，所以他們可以很快的就調整，然後就使它的這個中程的導彈的精準度很大。那你想，當伊朗都完全的在這次停戰間都做好了戰備準備，恢復了戰力了以後，他當然有底氣了。是，他對赫爾木茲海峽它的控制範圍就當然就可以擴大了。我想這個美國現在真的要用政治來解決了，不要再迷信軍事方面可以解決這問題。好，所以在停戰的期間，我們看到這個伊朗一方面在戰損戰力上面已經在快速的恢復當中，那另外一方面還有來自於俄羅斯的各種在軍事上面、武器上面、技術上面的援助。那美國現在看在眼裡，其實也很擔心，尤其是打到現在，其實非常非常的燒錢哦。这個是美國戰爭部做的一個最新的一個主計長的一個數字的統計，現在說對於伊朗戰爭的總成本攀升到290億美元。注意了，赫格塞斯在2週前的時候還說，比他的說法還暴增了40億美元，但是這不包括還有10座美軍基地還要修復，這個都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全部我們把它做一個計算，加起來大概這一場戰爭美國要花1兆美元，換算新台幣31兆左右。而且另外一件事情是，現在呢，我們來看到最新的投票是共和黨仍然在國會支持力挺川普繼續打
這個伊朗哦，最後是這個限制總統戰爭權力的提案是以50比49再次的遭到否決，就是川普還是可以繼續打伊朗的意思哦。那這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投票當中有3名共和党員倒戈。老師怎麼看？共和党員還能繼續挺川普到底嗎？這個投票它主要是針對川普主張在4月7號停火之後對伊朗港口的封鎖不算是戰爭行為。這個邏輯也能夠講得通哈，我也蠻佩服他的。不過從美國國內的政治覺得，他其實不算是真的跟你去交戰，然後呢轟炸。那雖然軍事封鎖在國際法跟國家的實踐上當然是戰爭行為的一種，不過從美國現在針對這個情況，共和黨大概還是買川普的這個說法。可是你就有3個議員，分別是緬因州、艾歐瓦州還有阿拉斯加州的參議員，我們講現在都是參議員哈，都已經開始投票給民主黨的提案。那現在還有2個州，分別是密蘇里州跟賓州的2個共和党的參議員也說，如果這個情況再惡化下去，他們也會轉過來。那這個轉過來就會限制到，這個案子就可能會通過，會限制到川普。關鍵就是不只是他花錢哈，他軍事上也失利，他也是一個非法的侵略戰爭。你都跟人家在談了，人家談了都接受你的條件，然後呢，元首們聚會就會把人家一次給斩首、給端鍋。這個沒有什麼可信度而言的這種霸權。然後結果你軍事失利，然後你又打不下去，那封鎖其實不要聽我們台灣在翻譯，就是西方的媒體過去這段時間，他封鎖了将近造成70艘伊朗的軍艦無法離開。但這70艘是這段期間伊朗相關的這個船舶的2.25%，就只有1/4，就另外3/4的船其實是離開的，因為它只有20多艘軍艦，你在整個阿曼灣的外海去攔，也根本完全沒有辦法完全攔住。所以這樣一個情況，你封鎖也有限，你戰爭行為無法打，然後你又不斷的花錢，那當然這個在法律上其實也會面臨到問題。那同時呢，美國的 CPI 這幾天4月份的這個 CPI 消費者信心指數來到了3.8%，這個是3年以來的最高。然後呢，油價的飆高，然後我們如果用核心 CPI， 也就是把這些糧食的因素拿掉，也到2.8%，因為CPI 我們希望它最理想是維持在2%，所以你看，不管是2.8%還是3.8%，這都是前所未有的高了。那這個就對未來的經濟以及選舉會產生影響。所以呢，這些參議員就知道，如果再這樣搞下去的話，他們搞不好選舉都會輸了。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來看到，在此刻，美國的經濟出問題了嗎？連巴菲特這時候都出來警告說，美元快要崩潰了，真的要出大事了嗎？今天不要錯過這一集，我們會一起來做解讀哦。因為呢，現在美債的部分已經正式的來到了39兆美元，現在說是不是炸彈要進入倒數計時了呢？光是美國每一年的利息得支出甚至破兆元，美國人民現在被通膨跟房價壓得喘不過氣。今天就這一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的是股神巴菲特自己說的話，罕見的公開示警，美元可能會面臨崩潰的風險。原因出在2個，第一個就是美國的通貨膨脹問題，巴菲特認為是很危險的。巴菲特還提到了美國的債務問題更是嚴重，因為現在目前的美國的國債已經正式的來到了39兆美元，國債高築，所要支出每一年的利息更是高達了1兆美元哦。那麼美債的殖利率全面的也同樣是在走高。我們看到30年期的美債殖利率正式突破5%，是2007年金融危機以來新高。10年期的殖利率市場預測很快也會衝過5%的一個數字。巴菲特是這樣說的：39兆美元會讓美國 GDP 的數倍級的一個壓力，這壓力是非常的大，而且是全球史上最大的債務數字，永遠還不完的一個天文數字。而且呢，剛剛特別提到了這個
光是利息得支付1兆美元。現在市場最擔心的就是這種債務的螺旋了。你的利率走高之後，利息就會變多，就得發更多的債。那麼市場就會變得更恐慌，殖利率再飆升的話，最後變成永遠還不完財務的一個大黑洞嗎？更尷尬的是，美國現在還要負擔包括在全球的軍力的安排，不管是在這場俄烏戰爭，在這場美伊戰爭，或者是對於全球軍力的部署上，同樣3線都在燒錢吶。楊老師怎麼看巴菲特的公開的擔心？其實是比較罕見的。那現在美國會不會陷入財務的黑洞呢？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巴菲特這次的講話前所未有的讓美國的整個財經界都非常的緊張。他是何許人也？他是股神吶。股神一個很重要就是對美國經濟的信心。他的投資多半都是以美國的企業為主。那你看到他在幾十年來自己本身在這個領域裡面是絕對的頂尖，他都今天發出這個警訊。我簡單講2個層面好了。第一個層面，現在你來到39兆美元，巴菲特也說，1年的利息你就要還1兆美元，而1兆美元代表什麼意思？這代表美國每年的政府支出裡面的15%，15%你就要還債。而一個政府的這個年度預算，有一些是固定支出的，比如說人事、社福、教育，這都固定支出的。那你扣掉每個政府它還有多少的可動用資金？那你把這個扣掉，那它所佔的比例就不止15%了。那所以它的排擠效應非常的嚴重。那如果你還想要多支出一些項目，川普明年又想要把國防預算從現在9400多億提高到1.5兆，那怎麼可能？但是似乎好像要這樣子才能夠滿足他大軍事的一種虛榮心。那第二個層面就是，你知道這個39兆裡面已經有超過31兆是公眾持有，也就是說由全國際性的或者是不管是美國的還是國外的法人、政府到個人所持有，而不是美國自己本身的政府或他自己的基金。那就表示什麼？那就是發給大家。結果這個31兆是什麼數字？31兆是美國的 GDP。美國的 GDP 在去年就是來到31兆。中國呢19到20兆。所以呢，這個當然計算是有這個匯率的關係，中國應該是比這個高。但是美國的31兆現在已經負擔是100%的國債，所以當大家可能在對美國的經濟失去信心的時候，那你開始就面臨到可能這個出售擠兌，然後呢，你開始整個就會出現問題。所以光是這個層面，就是你還債的利息的排擠效應，以及你在這個100%的 GDP 是國際的跟國內的這種持有我覺得對美國的影響就越來越大。我最後講一個簡單的數字，你知道2008年美國的公共持有的國債是多少嗎？只有8億美元。對不起，5億美元。2008的時候只有5億美元，現在來到31兆。对不起，我都講億，應該是兆，5兆變成31兆。好，所以一邊是這個債務的問題現在其實已經讓巴菲特做了一個很特別嚴肅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同樣來看到的是，剛剛巴菲特也說了嘛，因為通膨的問題也會讓這個國債不斷的升高。現在通膨到底有多嚴重呢？我們光看食品價格跟疫情比，是上漲幅度18%，房價上漲幅度超過50%。年輕人現在說出現了一個叫做終身的租屋世代，因為買不起房，就是終身租屋了，財政會不會走向失控？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您看到這個債務的這個殖利率為什麼會升高？賣不出去嘛，風險越來越高，風險越來越高，很多人為了避險，他需要你給他更多的好處嘛，所以它的價格就會一直升高，一直升高，他才願意承擔這個高風險去買你的公債。那你想是不是就越來越貴了？這是代表越來越危險。那一直這個情況的時候，您看到美國的每一任的總統還沒上任之前都說，我知道債務破產、政府破產的可能性很高，所以我一定要解決這個債務破產的問題。可是等到他當總統的時候，
拜登有解決債務嗎？沒有，他增加債務了。川普上來以後，他也說他要解決債務的問題啊，他有沒有解決債務？沒有，他不但沒有解決債務問題，然後他還增加債務。原因很簡單，每個總統的任期就是4年，他認為我不會那麼倒霉，就是發生在我任上嘛。是啊，每一位的經濟專家都說快要破產了，但是呢，他說都沒有啊，因為我們美元霸權啊，還有我們美元還是最強勢啊。那個如果我們真的有問題的話，世界各國都會來救啊。因為當時2008年的美債危機不是就是這樣嗎？美元要破產啦、啊，世界各國來貼錢啦、啊，中國大陸貼最多啊，反正你們都要貼錢，讓我美國人繼續花。所以我覺得他們都存了這個僥倖的心態，一旦存了僥倖心態，他就敢花錢了。你看這個川普上來的時候，他剛開始也信誓旦旦的說要解決財務問題啊。結果呢？有沒有解決財務？沒有啊！他花錢花的比較多，比人還多。現在的情況是還發動戰爭，燒錢像燒流水一樣，這代表什麼？解決不了問題。而且大家都知道，通貨膨脹的問題跟聯準會降息不降息有直接的關係，不是間接關係哦，是直接關係。你一定要把通貨膨脹壓下來，聯準會才有可能降息，因為他也要看你這個失業率的情況嘛，就業率的情況，也要看你的這個通貨率的一個情形。好，耶倫在卸任之前都已經告訴川普了，我們失敗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跟中國大陸繼續打貿易戰跟科技戰，所以我們的關稅都不降，不降的時候，對於美國的通膨2%，2%，所以你只要把這個關稅拿掉，這個2%就往下降了。是，結果呢，川普聽不進去啊。拜登也聽不進去，川普也聽不進去。請問一下，這些總統都是不見棺材，見了棺材不見了死心。他要躺下去以後被釘上去了，他才會說“我認了，我輸了”。你還沒有定下去之前，他還是覺得可以從棺材爬出來的。對，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通貨膨脹持續的延燒到現在，現在就是在美國內呢。中產階級尤其可以感受到這個正在快速的被掏空，而且年輕人覺得說我努力到底有沒有用啊？那艦長又怎麼看？我以前聽過一個什麼叫做美國夢，然後我聽他們講完之後，我聽了真的是蠻感動的。他說你在生活在美國，你只要有個正常的工作，一個全職的工作，好比說你是一个巴士的司機，好比說你是在一個福特公司裡面做一個造汽車的工人，就是一個全職有健保這些東西，你可以很輕鬆的娶妻生子。你可以貸款買一個房子，你可以貸款買一個車子，你可以買一個冰箱，你可以買一個電視，你可以養2、3個小孩並供他們教育，然後除此以外，將來有一天你退休的時候，你會有一個就是說安享晚年，就是一個中等階級的。是，我相信包括現在年輕人聽到都非常的羨慕。我當時仔細想想，美國的家庭的確如此。那時候全世界很多國家根本就還沒有電視啊，什麼冰箱他們都有。所以當我第一次聽到川普在年輕的時候講說，我認為美國要怎麼樣的時候，他就說天下事我都不管，美國是天選之國，我們只照顧我們自己。說我一直非常支持川普，直到他真正當了總統之後，我才發覺你哪有照你當初說的做啊？他現在在做什麼？大花錢，他在照顧第一個汽油商發財了，軍火商發財了。你知道這2個人都發財了，汽油商發財了，人民都